大家好，我是元猫。2025年11月30日，瑞士一场全民公投的结果一经公布，瞬间成为全球财富圈瞩目的焦点。超过80%的反对票将对5000万瑞郎以上遗产征收50%重税的提案无情拦下。表面看，这只是瑞士国内一项普通的税制决策，发起方是极左翼的青年社会党，初衷是筹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然而，这场公投的结果更像是一次全民共识，守住低税与政策稳定的核心优势，才能捍卫百年金融神话的最后防线。曾经，瑞士宛如全球富豪心中那座坚不可摧、最安全的财富保险箱。在其巅峰时期，它掌控着全球近半数的离岸资产，风光无限。然而，自2022年俄乌纷争爆发后，瑞士卷入其中，让其多年积累的根基受到了威胁，也给了后起之秀趁虚而入的绝佳机会。在近几年全球财富流动的浪潮中，迪拜和新加坡稳稳地接住了迁徙的资本，而曾经稳坐全球财富保险箱宝座的瑞士，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瑞士、迪拜和新加坡近几年在财富管理领域的表现，仿佛是一场老牌霸主和新势力的攻防突围战。从管理的跨境财富总量来看，瑞士目前依然保留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优势，但其增速已经被迪拜和新加坡甩在身后。2025年，三者在跨境财富管理领域论总量排名，瑞士第一，新加坡第二，迪拜第三，但增速排名恰好相反，迪拜增速最快，新加坡紧随其后，瑞士增速垫底。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如果瑞士还要贸然对富人加赠遗产税，那无疑是在给自己挖坑。瑞士人自然不傻，作为一个山地小国，它能在竞争激烈的全球金融市场中成为全球有钱人公认的资产保险箱，靠的正是100多年来在富人圈里精心积攒下的良好信誉。瑞士的税收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极具吸引力，其企业所得税平均仅为 11.5%， 相比欧盟 21.7% 的平均水平几乎低了一半，个人所得税顶格也不过 40%。 而且对于跨境而来的资金，瑞士和香港一样，只对在当地赚取的收入征税，绝不搞双重征税。如此清晰优惠的税收规矩，让全球高净值人群心甘情愿地把钱存放在这里。根据瑞银2024年的报告显示，瑞士私人银行管理着高达 2.3 万亿美元的跨境资产，占据了全球跨境私人财富的 12%， 每100万人中就有9个亿万富翁，是全球平均水平的6倍。倘若真的开征 50% 的遗产税，其结果绝不仅仅是多收点税那么简单。瑞士相关部门曾经仔细算过一笔账，如果真的实施这项税收政策，未来5年至少会流失 15% 的跨境财富，私人银行的收入将减少 20%， 还可能导致 1.2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要知道，瑞士私人银行业在全国 GDP 中所占的比重高达 6.5%， 仅次于钟表和制药行业，是实打实的支柱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瑞士早在1907年就将私人财产不能随便动明确写入宪法，若要修改与财富相关的税收政策，必须经过全民公投并获得同意。近100年来，瑞士从未出现过突然加税的情况，这种稳定的税收政策环境也是其吸引全球财富的重要因素之一。瑞士公投的结果也将高税国家面临的困境赤裸裸地摆在了世人面前。近年来，欧美不少国家为了填补财政窟窿，或者打着公平的旗号，纷纷给高净值人群增加税收负担。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2010年起，英国的遗产税起征点就一直固定在 32.5 万英镑，这意味着资产超过300万人民币就要征收遗产税，税率更是一直维持在 40%。 然而，在这10几年间，通货膨胀持续侵蚀着货币的购买力， 32.5 万英镑的实际价值已经大幅下降，但起征点和 40% 的标准税率却始终纹丝未动，这就相当于变相扩大了征税的覆盖面。很多中产家庭的核心资产就是房产，房价的持续走高，使得许多中产家庭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划入了征税范围。据 Henley & Partners 亨氏咨询预估，2025年有多达 1.65 万名高净值人士离开英国，他们携走的可投资资产接近920亿美元。英国也因此成为同期全球富豪流出最多的国家。英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也从2024年的165人降至156人，创下了该榜单37年历史上的最大单年降幅。导致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是英国在2025年4月起废止了沿用超过200年的非居民税制。新规定要求外籍人士在英国居住满4年后，
需就全球所得缴纳税款，其全球资产也需缴纳40%的遗产税。这一政策的改变，让原本享受海外收入免税优惠的富豪们的税负大幅增加，成为他们纷纷选择离开英国的关键导火索。再看法国，自2025年首次开征高收入差额贡献税，对于年收入超过25万欧元的单身人士，以及超过50万欧元的夫妻家庭，法国将确保这一群体的最低实际纳税率不低于20%，若不足，则需补缴差额。起初，这个政策仅实施1年，但后来又被延长至财政赤字降至 GDP 的3%以下，这意味着只要财政赤字不达标，该税种就会一直征收下去。而3%的财政赤字标准是欧盟相关财政标准。法国过去10多年中，仅在2018年和2019年达标，2025年的财政赤字更是高达5.4%。可以预见，只要俄乌战争不结束，法国的财政赤字基本不会低于5%，更别指望降到3%了。这还只是法国税收政策调整的冰山一角。2025年起，法国还开征了股票回购税，税率为股票回购实际金额的1%。这一举措主要影响那些掌握大量企业股权的富人，毕竟股票回购大多是企业及大额持股者的操作。同样是在2025年，法国首次开始征收大企业临时附加税，对于年营业额超过10亿欧元的企业，将临时加征一笔税收，其中营业额在10亿到30亿欧元区间的企业，税率为20.6%，超过30亿欧元区间的企业，税率高达41.2%。以 LVMH 为例，预计该企业将因这项税收额外承担9亿欧元的税负，整个政策预计将影响约440家大企业。这还没完，从2026年开始，法国还将对家族控股公司的非专业资产按2%的税率征税，同时对这类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开征2%的新税。这类企业大多由富裕家族掌控，这一政策直接增加了富人通过控股公司持有资产的税负。由此可见，法国这几年的税收政策对于富人来说，多少有点横征暴敛。经过这么一对比，在欧洲范围内，瑞士仍然是让富豪们最为省心的存钱罐，依旧稳坐金融资产老牌霸主的宝座。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瑞士的这一地位正面临着后来者的严峻挑战。先来说说迪拜，它近年来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增速堪称全球第一。过去5年，迪拜的财富管理规模实现了显著的高速增长，成为全球财富迁移浪潮中的核心目的地之一。2020年前后，其所在的阿联酋金融财富约 0.8 万亿美元，而到2025年6月，仅迪拜居民的流动资产总额就达 1.1 万亿美元。其核心金融枢纽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DIFC 汇聚了超450家财富管理机构，管理资产规模稳步攀升至7500亿美元以上，5年间复合年均增速约 15% 到 18%， 增长势头十分强劲。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家族办公室数量更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2022年8月 ，DIFC 才刚成立家族财富中心 DFWC， 短短3年，截至2025年上半年，DIFC 已聚集835家家族企业相关注册实体，3年就实现了从无到有翻倍式增长。据 Henley Partners 亨氏咨询的报告，2025年阿联酋预计将净流入9800名百万富翁，核心聚集于迪拜，为当地带来超过71亿美元的新资本流入。当欧洲国家纷纷加税，吓得富豪们纷纷出逃时，迪拜和新加坡却成为了财富的新去向，稳稳地接住了富豪们的资产。迪拜是全球少有的实行零个税加零企业所得税的地方，家族办公室和私人银行纷纷扎堆来到迪拜，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税收政策优惠，还因为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迪拜处于1小时飞行圈内，能够轻松覆盖中东、非洲、南亚等地区，在这里能够在24小时内将资金调配到中东、非洲市场，这样的效率，即便是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也难以望其项背。再看新加坡，它走的是一条稳字路线。新加坡的法治指数位居全球前10，其政策设计紧紧围绕着有钱人的全周期需求展开。例如 13O、13U 家族办公室税务豁免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免交离岸收入的税款。全球投资者计划 GIP 规定，投资2500万新元就可以获得居留权。同时，新加坡鼓励家族办公室与信托相结合，由专业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资产可以避免被债权人追索，而且新加坡没有遗产税。
财富通过信托或家族办公室进行交接时，不会产生额外的税务损耗，还能通过家族治理服务实现资产的代际平稳过渡。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13O-13U 政策下的家族办公室持续扩容，2024年底已超2000家，2025年预计增至2750家，成为全球高净值人群财富配置的核心选择。尤其是在这2年，全球局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不断，各国货币政策也各不相同，有钱人更加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瑞士的金融业高度依赖欧洲市场，然而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却十分缓慢，来自欧洲的资产增速却不如亚洲，而亚洲客户更倾向于选择新加坡。反观瑞士，甚至整个欧洲，多少都受到了俄乌战争的拖累，有点身不由己。2014年，由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动的全球税务信息交换系统正式启动，这一举措打破了瑞士延续300年的银行绝对保密制度。2019年9月，瑞士首次向包括中国在内的33个国家和地区交换涉税信息，至此，瑞士几百年历史的绝对保密银行制度彻底终结。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并非导致瑞士金融地位下滑的关键因素，因为迪拜和新加坡其实也都签署了同样的协议。真正让瑞士金融信任根基动摇的是俄乌战争中中立形象的破局。2022年，瑞士跟随欧盟冻结俄罗斯资产，这一行为打破了其中立国的招牌。2023年，瑞士加入欧洲天空盾防空计划。2024年，又与乌克兰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俄罗斯外长直接称其不再中立，这使得中东东欧客户对瑞士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对于以信誉和中立立国的瑞士来说，因为俄乌战争不得不选边站，保住了欧洲基本盘，但是却动摇了中东和亚洲富豪的信心。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瑞士的霸主地位正逐渐被稀释，而迪拜和新加坡则在不同的赛道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三者的未来走向已经逐渐清晰。目前，瑞士依然享有100年专业服务经验和欧洲市场基本盘这2大优势，然而其短板已经难以逆转。如果无法重建中立国的信任，降低服务成本，拓展亚洲市场，到2030年，其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占比就很有可能被新加坡超越。瑞士的处境其实也是整个欧洲的一个缩影。俄乌战争对整个欧洲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这场冲突让欧洲多国陷入了安全感缺失的困境，原本脑死亡的北约也因此重新焕发生机。然而，能源成本的上涨带动了通胀高企，欧洲民众的实际工资缩水，购买力下降。在美国退出对乌援助之后，欧洲的原乌成本成倍增加，在整个欧洲内部，反俄情绪与对原乌成本的不满情绪相互交织，而且这场冲突持续的时间越久，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就越不利。